5000块能做什么呢？我操，好像涨了。入10克黄金放保险柜，静等它高涨。拿下500张刮刮乐，刮到手软。氪金游戏，灵魂装备连连抽，发发入魂。还是囤1000瓶肥宅快乐水，来生再做个瘦子。我有点盆骨前倾啊。这是我花了5000块大洋买的皇家绿石头，年轻不懂皇家绿，看懂已是局中人。我期待着它能给我带来1万甚至以上的回报。大概率它会爆绿花的，如果它的绿花爆的多了，那这个材料可能会涨1倍。就博这个绿花概念，种水是没得说的，肯定是冰种，而且它的黄很漂亮，是那种很干净的机油黄。加点水瓶子线给它下下来，都不用画，直接切。但事与愿违，切开却是白茫茫的一片。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。我还想着这石头里面是冰种带金丝绿，再加上黄翡，某种层面来说咱们还没有输。而这个有黄有绿的料子，我愿称它为不求人。它虽然只有拇指般大小，但是在受到众人群嘲之后，仍有人愿意为它频繁加价。要不小月你把这个1500卖给我吧，2000卖给我，2200。本期视频就用皇家绿翡翠带你看看千金之才能否有千金之德。我本以为这么大的市场，找皇家绿翡翠会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但现实却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。在我不停地逛、看之后，一无所获。千金难买皇家绿，这到底有多难买？这来太晚了，逛了一圈那边的市场，在我逛这边已经收摊了。你儿子约我来看料啊？你从哪来的？上面这个上面有房子吗？这位哥们儿，我称他为翡翠界胡一刀。他桌面上都是刀妈特意为我准备的有黄有绿的料子们。我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态，没想到还真挑出了4件皇家绿的料子。第一块是这种黄翡带点妖娆绿花的，这个肯定很牛逼，所以这一点超牛的。第二块是这样滴滴摸摸的皇家绿小石头，这个也好玩，这有个绿到黄的这么一个渐变，色相小爱也说好看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多少钱？第三块这是蓝绿带点黄，要价有点高。这个贵的，要大钱。这个要大钱，对。凭什么？甚至刀哥还想顺便给我推点别的料子，但我婉拒了。这时候我看不高啊，我只能看1000多，1000多，这种料很难卖的。很难买吗？非常难卖。还有这个黄的我也对，这刚你没来之前我在你档口看了一下。第4块应该叫它黄翡一线天，我打算4块打包谈下来。11000嘛，110004个。我不可能，我又不是傻逼，给你乱打架。11000 4个。我得买这套你要怕的啊，你看。打包11000都没行情。你干嘛？有多少生意能像我这样子打包的？这个真的不可以的，真的打大钱。这个？真的假的？那我再给你加800嘛。打大钱你加800有什么用？我打包的，我又不是单个和你谈。这个去掉了，7000块肯定买不了。你要卖多少？本打算4块料子一举拿下，奈何刀哥的内核相当稳定，价格分刀不接。啊？1万？那3个要卖1万？打我这个只能打1000。那什么都不懂。这种就是1000块的料，还没别的料子。这片你打多少？还行啊，这个淡浊压出来应该挺漂亮的，透透的。把石头卖一个给我切一下。我不是卖一个嘛？哪个3500。这个呢？这个多少钱？好几万是好几万。对，好几万。多少呢？3万。谈价的过程往往不会一帆风顺，当你的心理价位和货主的心理价位存在落差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了被动的一方。这个差不多。你总要换你。所以我选择舍弃其中2件料子。这个打包5000。对，这2个打包5000。这个别人家不能1000块分钱的买的。我打包买的嘛。我们知道的。打包也可以的，你打包有什么用？你打包这个打包的这个变成3000块的，你打包会贵。真不能卖吗？要的话烂一个给你无所谓，不烂的话就不行。 2个5000嘛，不要拉了。2个也不行，3个也不行。给你加200，一个爱你的数字，好不好5200， 5200，卖了吧？这男人没感觉。卖了吧？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你。什么？
那个小的把皮取掉，毛病挖掉，做个随行的东西，吊在那里，不要卖。绳子搞一个，把它拿来。哎呀，5500，不拉了，快点，5500不拉了。那个绿又不是很绿，你要说那个东西很绿的话，很热，不是真的事实。领导，看得到。行，走了。那2个料如果卖的话，请联系我，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走。以后你说好看的料子我就买。皇家绿翡翠很是稀有，因为它同时得有原生的绿色和黄色，但比其他单色翡翠难形成多了，所以正宗的皇家绿翡翠并不多见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"千金难买皇家绿"？哎呀，你这是啥皇家绿啊？它这个绿，哎，你那个也半斤八两，也差不多扯。世界上没有2片一样的叶子，就像这3条价值28万的皇家绿手镯，同一份料子，但每一块的颜色大有不同。翡翠的每一个蜕变往往都伴随着风险，好比这条镯胚沉着的过程，稍有差池，有可能失去皇家绿的色彩。它这个黄的，它就是表面的。这个手镯一做，这个黄还有没有？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好在成品的色保住了，黄色富丽堂皇，绿色春意盎然，既华贵又清雅，千金之德算是保住了。相比我们以5500元成交的2块小石头，说实话，我心里有点没底，因为现在看是皇家绿，但是加工过程中难免磨损和瑕疵，做成成品之后还是不是皇家绿，是个很大的谜。这千金难买皇家绿，你不能用常规的翡翠去买它。你让我想一个晚上吧，这种东西不是那么好做的。随着阿牛打灯的手，我的心也渐渐提到了嗓子眼。其实直接转手做个中间商是比较保险的，但像这样的料子，大部分都是看热闹的人，毕竟只有极少数的人能窥探其中的价值。我5500买的5500买，哎，翡翠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也不排除遇到和我一样慧眼识珠的人，牛哥偏偏就和他对眼了。再说了，你这个事你别着急，是不是？他们看归他们看，你这东西还要切，你放一刀有可能就涨了呢。我这个我打的是3000，我这个打的是1500，但是我当时给了他价格，他没有卖5500，我操，我真5500买的。要不你把这个我给你打回点本，你把这个1500卖给我吧。不卖。他给的价格实在太低了，连本钱都打不到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何况我可是励志这个月夜宵的泡面加鸡腿的人啊！尽管他从大堂追到了房间，从1500加到了2200， 2200吧。你只有卖给我，你这期视频才会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依旧保持此心不动，不卖，就是不卖。我跟你说，皇家绿这个东西，你看到没？就是人家给一口价，你不卖，人家心里会觉得很难受。因为皇家绿这个东西，如果按正常的翡翠价格去打的话，它是打不上价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千金难买皇家绿，它是一个很稀有的东西，人家就会不断加、不断冲。但是牛哥对这块料子的理解还是比较成熟的。小薛，做个葫芦，立体的葫芦。类似于酒葫芦的那种，不要往下打，然后这上面这做个花头呀啥的，你只有这样一抛光，很漂亮。到时候这个葫芦出来就是1万的葫芦，但是它有风险的。风险就里面的白肉，这个我盖住的这个位置，它有点露白，就怕一压它这个白出来。如果一压它白没出来，是黄或者绿，它这你看它是有色根的，它会往下走的，但千万不要伤。就按这个形状去做，哪怕是个歪葫芦，它价都很高。你这个东西它是有种。假设牛哥的想法是 Plan A， 那当时货主的想法就是 Plan B。那个小的把皮取掉，毛病挖掉，做个随行的东西，吊在那里，不要卖。所以在 Plan A 和 Plan B 之间，我选择了 Plan C。这个东西我刚刚也研究了一下，我觉得就像牛哥所说的，做一个葫芦确实能卖1万块钱，但是有反骨总不能跟钱过不去吧。所以说还是要把这个皮给它扒一下，因为我们扒完皮之后才知道里面肉是怎么样，具体要出什么方案，怎么做它才能把它价值最大化。
这一点是泛白的，这个就给它切了，把这一坨角角给它切了。就这么些肉啊，也没长也没垮，平淡无奇的小东西。这个价值不就低，这里有一坨最浓的红，这里还有一坨很浓的红，这里还有一坨比较漂亮的黄，这里有一抹绿，1、2、3、4个比较有价值的部位。它这个不管是黄还是绿，它都只有表面上那一层。它做葫芦肯定要倒，你再怎么异形的葫芦啊，你这样扭，或者说是这样扭，或者拉长，或者变矮变扁，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圆的嘛。所以说你要倒成圆的话，这个绿和黄100%会被倒掉。就看抛光。你这个你直接打面还能挂件上。对呀。天珠，藏语称为又称天降石。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天珠皆是人工，而这件材料细长的形状让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既然都是工，那我用雕工把天然的翡翠雕成天珠有何不可？我本想全部雕成一个9眼天珠，但雕刻一部分，我发现绿色和黄色覆盖之下，半个成品天珠就像是一件埋在土里的宝藏。绿色更是赋予了它青铜器的质感，这大概就是天意。天珠本就是千万年历史的见证者，传承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们的信仰。于是我保留了这份美好，又以银镶结合戈壁眼石、尖晶石、绿松石编织了这一条古珠7宝项链。这是另一块我当时预言它有机会涨到1万的料子。所有人都看不到价格的这一块石头，都觉得我是很平常的去赚钱，当一个黄翡的料子买啊，当一个小料子去买也好。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是否有黄金头，我能在里面看得到绿。我切开来给你们看，一刀下去，丰满的是理想，现实一直是骨感。这肉怎么这么白啊？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，我有点难受。现在摆在我眼前的只有2条路，整件给它起货雕一个玩意，就是如果把它切成2半和之前整个一样的话，价格肯定会比原来的低。但如果一切开来当中能够爆绿的话，钱上山呀，挣钱上山呀，唰！淡淡的绿花，淡淡的黄，给人以太多想象空间了。弄它，弄它，弄！在摄像小爱的鼓励下，我选择放手一搏。我不想用这个机器切了，这个机器切不长。这个呢，这个有点厚，这个锯片太厚了，还是用这个吧。人要相信科学，崇尚科学。来了来了，家人们来了，就看它了。哇！你看它的色花下来了，看到没？怀疑的镜头不是虚无就是确信。绿花出来的同时，料子的种水肉眼可见的变好了。我本来这一颗珠子啊，或者说我打一个什么小玩意，带黄带绿带冰的，随随便便3、5千都不用下工。现在他给我冒了一道裂子出来。翡翠这个东西真的很玄，它是多晶体结构，你知道吧？我从那个面看它没有裂，我又从那个面看又没有裂，我从那个面看就有裂。那咱们卖翡翠的时候，总不能只给人家看那个面和那个面吧？不给人家看那个面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还得切啊，我真难受啊，还得切。沿这条链给它切吧，没办法了。但是切的话，又面临了一个问题。你看我这一条，你看这个我画的线是它的裂，我下面怎么一刀切？我是保大还是保小啊？还是把两边均匀？但是思虑再三，我还是决定保一个。秉持着动手丰衣足食的原则，我又给他干了一刀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：爱拼才会赢。漂不漂亮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绿花完全放出来了。好看。你都看不清，你还好看？这还看不清？一块料子被我3刀切成了4片，整体我是看到4800的馒头。要找人炫耀一下我的宝贝，马哥，过来打个架。我刚切的料子来了，全堵，
全组的。对，那已经赚了呀。我打给你看啊，这个我打的是1500，因为它有3面黄皮嘛。它黄面比较多嘛，肉也能得上。对，然后这个我打的是1000，这个打的是800，这个我打1000多。和同行一起数到的馒头还是比较可观的，算是小涨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玩弄于手中的料子，我用它做了一个特别的小玩意。料子的初始形态就是一个剑簇，古人言先礼后兵，有一种箭在弦上的紧张状态，这便是兵，蓄势待发。而黄的一面我设计了竹简的概念，古时谋士除了亲自谏言，还会以竹简上书的形式劝战，这便是礼。我也把这种思想用大篆刻在了这份竹简之上。仁者无敌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这是我想用这件作品表达的思想，也是我刻入其中的文字。这件黄家绿的品质虽然算不上上乘，却经我手有了对黄家绿更好的诠释，这就是我所享受的雕刻过程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日常佩戴的用途啊。假如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人，然后他推了我一开始会跟他不要动手，和气生财。我一开始会跟他说这种话，然后他看我很不爽，他觉得我很啰嗦，又用更大的力推了我。好，事态升级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翻到另外一面，剑簇的这一面。然后我们就很强硬的站在他面前，把这一面展示给他看。你再这样就没有你好果子吃了。我错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的一种智慧，先礼后兵。怕被人打得不够惨吗？学会了吗？非常的开门啊，非常的有用。下课。其实，在经验上，人所有感觉都有一个投射对象。当你感觉饿，是因为有食物的存在；那你感觉渴，是因为有水的存在。你认为黄家绿千金不难得，那怎么可能？几百块钱想买黄家绿啊？是因为你在理解的黄家绿里存在着千金就能得到的品质。但人类常常会因为感觉不满足，因为有更高的追求和标杆在指引。做完的话，其实我们选择了大面积的黄和绿保留了在上面。如果当时用了牛哥的做法的话，它要压掉很多的颜色，因为葫芦要倒面，要倒2个圆面出来，然后周围也要倒。这样子的话，只会在高点留一点绿或者留一点黄。那我觉得它的价值感是做不出来的。那我个人观点，我觉得现在这么做已经把它的价值感给它发挥出来了。纯属个人观点。那我如果换个理解，好的黄家绿或许是千金之才，却有着万金之德，更何况千金难得，我开心呢？你刚刚能看到？我看5、6千块钱，是差不多嘛，能够赚个1、2千吧，小赚一点。今晚带我上场吧。不可能。正经。